为什么我要晚上10点就回家？我同学可以玩到12点耶。你是我妈还是警察啊？手机用一下也要管。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对于青少年来说，规则似乎就是父母的控制术，而自由是他们最热衷追求的事。但对父母来说，规则是保护，限制是爱的表现。于是亲子关系中便经常上演一场场关于规则与自由的拉锯战。那么如何让规则既能维护秩序，又不至于让孩子觉得窒息呢？如何在自由的范围内不失安全感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。15岁的家伟是一个标准的青少年，爱好广泛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打职业电竞。他的父母则是一对非常传统的上班族。家伟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可以不被管太多，打游戏打到心满意足。但他的父母却觉得孩子应该好好读书，怎么能够成天沉迷游戏呢？某一天晚上，家伟正聚精会神和朋友打排位赛，妈妈忽然敲门进来：家伟，时间到了，游戏关掉，快睡觉。家伟忍着怒气回应：妈，排位还没结束，队友需要我。妈妈却毫不退让：不行，已经超过时间了。结果家伟的团队输了比赛，他的朋友还在群里责怪他。家伟气着大叫：你们根本不懂我，为什么要管我这么多？我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需要这种规则吗？第二天早上，家伟的爸爸加入战局：玩游戏可以，但不能过度影响健康。我们不是不让你玩，但你必须有节制。家伟根本听不进去，只觉得爸妈就是不理解他。于是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僵，家伟常常板着脸，而父母也束手无策。直到某个周末，妈妈试着换个方向和家伟沟通：家伟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，我们能不能一起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呢？家伟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答应了。经过一番讨论，他们决定家伟平日只能玩1小时，周末可以延长到3小时，但前提是完成所有作业。为了让规则更透明，家伟还提议用闹钟来计时，时间到了，他自己负责关掉电脑。结果他的表现让父母刮目相看，虽然偶尔还是会不小心超时，但整体来说，这个新规则让他感觉自己被尊重，而父母也放心了不少。制定合理规则有3大关键：一、共同参与，让孩子有话语权。规则不是用来压制，而是帮助彼此建立信任。如果孩子能够参与规则的制定过程，他们会更愿意遵守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被尊重。像家伟的案例中，他的父母采用了共同讨论的方式，而不是单方面强制，这让家伟感觉到规则不只是父母的命令，而是双方的协议。2、弹性与灵活，规则不是死板的框架，合理的规则应该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和个性有所调整。对于学业繁重的时候，可以收紧自由的范围，而假期或特定节日
可以给予更多的空间，例如家伟的周末延长游戏时间规定，就是一种弹性的设计。这种方式既能让孩子感受到自由，也让父母不至于完全失控。3. 订立后持续检讨与沟通。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可以定期和孩子检讨规则的适用性，比如是否有新的情况需要调整，孩子是否觉得某些规则过于严苛。定期检讨的过程不仅能增进亲子之间的了解，也让孩子学会如何与人合作和妥协。家伟爸妈后来还发现一个妙招，规则闹钟。当闹钟响起时，他们会在门外高声说：家伟，时间到啦，我们准备把你房间断电哦。这种幽默式提醒让家伟哭笑不得，反而更愿意遵守规则，因为他知道爸妈虽然会开玩笑，但原则上还是尊重他自己的选择。给予自由空间有3个原则： 1. 界定范围，逐步给予。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从小范围开始尝试，例如允许孩子选择自己的兴趣活动，但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学业。2. 信任与责任并行，自由的背后是责任。如果孩子能遵守约定，他们的自由空间可以逐步扩大。如果他们频繁踩线，则需要重新讨论规则。3. 鼓励孩子自我管理，像家伟的闹钟计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让孩子自己学会掌控时间和行为，父母则以旁观者的身份提供支持。结语：规则和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联，而是亲子之间成长的舞蹈。在这段关系中，父母学会如何放手，孩子学会如何负责，彼此尊重与信任，才能让这段旅程更加美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邀请你的孩子一起讨论规则，给他们一点自由的空间，看看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你的信任。